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你好，星期六诚意抢饭碗，杨迪爆哭，成年人不需要同情。杨迪在综艺中的表现一直可圈可点，无论是最初出道，还是后来跟着谢娜翻红，杨迪的谐星标签一直拿得稳稳的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谐星不需要技术含量，杨迪甚至也遭受过谩骂，不适合娱乐圈。这一期的你好，星期六中诚意抢饭碗后，杨迪的表现真的让人又想笑又同情。诚意出道以来，出演过很多家喻户晓的电视剧，可以说是实力与颜值并存。观众面前的诚意一直是低调内敛的。你好，星期六中诚意的笨拙更是博得了很多人的笑声。在游泳圈游戏中，诚意听到名字直接开始抢跑后直接被何炅手动重启，诚意却是一脸懵。全身过杆游戏，诚意始终弄不懂规则，直接当场耍了一套棍子。比赛虽然没完成，但笑料是真的赚到了。杨迪一边夸赞诚意搞笑，一边爆哭，我可怎么做效果啊？要知道，杨迪因为容貌和身材问题，很难在影视圈有一席之地。幸好现在有综艺这一行业能容身，但如果有了又帅又有趣的灵魂加入，也许这一期节目杨迪就没什么存在感了。综艺人最怕没有存在感，为了不白来一趟，杨迪在后半场可谓是费尽了心思。短短2分50秒，杨迪尝试了4个游戏，折断了2个道具，最后只夺得了1个积分。他的努力逗笑了在场的很多人，王鹤棣、蔡文静、何炅甚至笑到直不起腰。诚意小小一个耍帅动作，杨迪需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抵消。弹幕很多网友开始同情杨迪，甚至有人责怪诚意的出风头。其实大可不必。关于诚意的耍帅，何老师做出了解释。早上6点钟，诚意还戴着头套，拍完之后摘了头套就坐飞机来了，所以现在一股人的思维在横店，他现在像梦一样。双引号，加班过度的后遗症大家都知道，几乎听不清别人的话，动作稍显木讷。诚意也是如此。杨迪在奋力为自己增加存在感的时候，拼尽全力。何老师也满是心疼，他也36了啊，放过他吧。虽带有喜剧色彩，却也道出了满满的心酸。但其实，杨迪和诚意他们是平等的，他们都是娱乐圈打工人，看似外表光鲜，其实吃着我们不能吃的苦。通宵，长时间的没有假期，无关人员的谩骂指责，别人的过度解读，没有一个行业不需要努力，就像我们以为的，偶像男演员不需要努力，可他们需要一天飞好多个地方，跑无数个通告。谐星看似轻松，想要被人记得，却需要时刻输出，不惜自毁形象，挑战身体极限。成年人奋斗的路上，最不需要的是同情，是支持。诚意和杨迪能走到如今的地位，依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永不言弃的精神，以及粉丝们的支持。同情，在打工人的世界中，太无用和廉价，不是吗？最新一期你好，星期六请来了6位嘉宾，他们分别是林峰、吴卓6位嘉宾，再加上王鹤棣、谭健次，他们8个人根据各自出演的作品，自然地分成了4组。分别是林峰和吴卓羲的披荆斩棘组，谭健次和荣梓杉的你安全吗组，诚意和蔡文静的底线组，以及王鹤棣和杨迪的猴鼠一家。节目第1轮游戏，粤语版的心有灵犀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每组2人，一个用粤语来形容一句话，另一个人要根据队友的提示来猜出这句话的内容，也就是改版的你比划，我来猜。
这一轮游戏对于林峰和吴卓羲来说简直就太简单了，他们用普通话来形容，虽然说的有点别扭，但意思表达还是很完整的，所以他们也是最先完成任务的。最慢的就是程毅和蔡文静这组了，不得不说程毅的脑洞是真的大，无论蔡文静怎么形容，他都猜不到相亲这个词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还猜出了一个蜜蜂嘟嘟嘴，这也成了粉丝们最喜欢的一个包袱。第一轮游戏就在程毅的搞笑中结束了，到了第二轮，程毅更是将自己的搞笑能力完全发挥了出来，以至于杨迪都服了。这一轮游戏，节目组拿了一个斗牛的道具上来，每组先派出一个人骑上这个斗牛道具，他们在玩具上坚持的时长就是他们组另一位成员完成任务的时长。这一轮节目组准备的小游戏都有一定的难度，杨迪本来还想通过游戏来做点节目效果，搞笑一下，可没想到还没等到杨迪上场，程毅已经把节目效果拉满了。程毅拔剑的速度挺快，可是却插不进去了，看到他为难的样子，大家都忍不住笑了。后来花式过棍子，程毅更是猛了，感觉他已经有点分不清手脚了。看样子这位小哥哥的四肢协调能力还是挺差的。而这之中最搞笑的还是程毅的棍子表演。刚拿到棍子时，程毅说自己要表演一下。当时听到程毅这么说，还以为他有点什么绝招，或者是以前练过耍棍子之类的，对他的表演还抱有很高的期望。可看到程毅拿着棍子像小孩一样转了2下就结束后，就彻底被他逗笑了。这位小哥哥是不是也太单纯了一点？他怎么能这么一本正经的搞笑呢？节目播出当天，程毅还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中上传了节目截图，并配文称一不小心解锁了一些效果，今晚一起来放声大笑。看样子程毅对自己在《你好，星期六》的表现还挺满意。不过程毅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出色表现竟然让杨迪犯了难。因为杨迪想做的节目效果都被程毅做了，一个谐星，接下来上台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了，那得多尴尬。别看程毅不擅长做游戏，但是耍赖方面，程毅还是有一套的。在第3轮游戏中，大家都端着一个水盆，坐在一个椅子上，每一组按照顺序回答问题，答错了，椅子就会倒下去，他们手中的水盆就会翻过来，水自然就会淋到他们身上。程毅每次倒下，他都会把胳膊伸直，这样整个人倒下去的时候，水盆里的水就会淋到头顶的地上，而不会淋湿自己。看到一旁的蔡文静像刚洗完头一样的造型，程毅还劝蔡文静不要那么实诚，可以把水往上倒一点。看着程毅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只想说他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综艺效果啊！因为程毅不经意的表现，这期你好，星期六又上了热搜，收视率也高居同时段第一。不得不说，程毅现在的人气也真是高啊！